Hello， 各位学中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我们的慢速中文播客，我是王毅，说话慢，吐字轻，专门陪大家轻松学中文。大家好，我是浩然，也是中文老师。平时我说话稍快一点，但今天为了大家全程放慢，保证每个字都让大家听明白，不慌不忙。不管你是刚学中文，还是学了一阵，总心里想得到，嘴里说不出，今天这期千万别划走。不夸张，今天不聊难语法，不背绕口单词，就教大家最实用的怎么训练大脑用中文思考。我保证，认真听完，跟着做，1个月后你说中文不卡顿，不纠结，不用现翻译，张口就能说。没错，很多人学中文，问题不是记不住单词，学不会语法，而是思考习惯错了，总先用母语想，再翻译成中文，又慢又容易错，还特别累。所以今天我们手把手教大家把中文思考变成习惯，不用死记硬背，不用熬夜刷题，每天花一点时间就搞定。浩然，你教中文这么久，有没有学生单词背得多，能听懂对话，但自己说就卡壳？太多了，这是通病。我有个学生，单词背了几百个，语法也不错，但和我聊天，一句话要停顿好几次。我也遇到过，有人想说我想吃米饭，先想母语，再逐字翻译，还会妄想字，把米饭说成米，急得不行。还有人听别人说能懂大概，但自己表达就出错。比如想说今天天气很好，说成今天很好天气，自己也知道不对，就是说不出口正确的。其实这不是大家不努力、不聪明，是没养成中文思考的习惯。我们小时候学说话不用翻译，听多了、说多了，自然张口就来。完全对，学中文就像学走路，刚开始会摔跤，走不稳，多练就熟练。中文思考也一样，找对方法，每天练一点，慢慢就习惯了。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看到一杯水，先想母语里水的说法，再翻译成中文水。看到树，也先想母语再翻译。有的话不用不好意思，这是新手学语言的翻译惯性。我们今天就教大家改掉这个惯性，让大脑直接用中文想，用中文说。还有人学了半年、1年，还是不敢开口，怕说错被笑话。真的不用怕，中国人都很友好，就算你说错，我们也会耐心听，帮你纠正。对，说错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说，多说多想，才能养成中文思考的习惯，才能把中文说溜。今天就教大家一步步改掉翻译惯性，敢开口，会开口。浩然，为什么一定要训练大脑用中文思考？一直翻译就不能学好中文吗？问得好，不是不能学好，是永远学不流利。翻译要时间，脑子里想一句话再翻译，肯定会卡顿，说出来也不自然。没错，我们用母语说话不用翻译，所以又快又自然。学中文一直靠翻译，就算单词多，语法好，说出来也生硬，别人不容易懂。还有个关键原因，中文思考能帮你更快记单词，学语法。你会把单词和场景、情绪绑在一起，不是单纯记单词加翻译。比如看到开心，想的是开心的样子，开心的事，记得更牢，用得更顺。太对了，我有个学生被高兴总记不住，不会用。我让他看到开心的事儿，就想我很高兴，慢慢的，他不仅记住了，还能自然用在句子里。而且中文思考能让你更快融入中文环境，不管是来中国旅游、工作，还是和中国人交朋友，直接用中文思考，沟通更顺畅，
没有隔阂感。还有一点，中文思考能让你更有成就感，更有动力。当你不用翻译就能想出中文句子，顺畅沟通，会觉得我真的进步了，也会更愿意学。总结一下，想学好中文，说流利中文，敢开口，就一定要训练中文思考。不难，不遥远，找对方法，每天花一点时间，每个人都能做到。对，今天我们教的方法都特别简单，不用花很多时间，不用背难单词，学复杂语法，新手也能轻松跟着做。废话不多说，上干货。第一个方法最基础，最容易坚持，从身边小事开始，让中文走进生活，让大脑每天接触中文，用中文思考。没错，这个方法每天都能做，不费时间。比如早上起床，脑子里想我起床了，今天天气怎么样，我要穿什么，都是简单句子，基础单词。再具体点，睁开眼睛想我醒了，走到卫生间想我要刷牙，这是牙刷，牙膏是白色的，洗脸时想这是毛巾，水很凉，我洗完脸了。不用大声说，脑子里想就好，走路、吃饭、喝水的时候都能做。这些句子单词都很简单，大家肯定都认识。比如吃饭时看到米饭想这是米饭，米饭很香；看到青菜想这是青菜，青菜很健康；看到筷子想这是筷子，我用筷子吃饭。每天坚持，慢慢就习惯了。走路时也能做，看到树想这是树，树很高；看到汽车想这是汽车，汽车很快；看到路人想他在走路，他穿黑色衣服，都是简单思考。别觉得这个方法简单就不重视，最简单的往往最有效。每天接触这些东西，用中文思考，大脑会形成习惯，看到就直接想出中文，不用翻译。我有个学生用这个方法坚持1个月，进步特别大。以前看到东西要先想母语再翻译，现在看到桌子、杯子，脑子里直接冒中文单词，说句子也流畅多了。这个方法没有时间限制，早上、吃饭、上下班路上、睡前都能做，每天10至20分钟，中文思考能力会越来越强。还有个小技巧，睡前花5分钟，用中文回顾一天的事。比如今天我7点起床，刷牙洗脸，吃了包子和牛奶，去上班，中午吃了米饭青菜，现在要睡觉了。这个技巧超好用，都是你亲身经历的，句子、单词都熟悉，不难，还能巩固单词句子，一举两得。关键是坚持和简单，别想复杂句子，从日常小事开始，慢慢就会养成中文思考的习惯。对，别急，一口吃不成胖子，学中文也一样，坚持1-2个月，肯定能看到进步。说完第一个方法，我们说第二个，用简单中文句子描述情绪，让中文和情绪挂钩，更快摆脱翻译惯性，让大脑直接用中文表达情绪。没错，我们每天都有情绪，开心、难过、生气、累、渴，都能用简单中文句子描述。开心就想我很高兴，这件事让我开心；难过就想我很难过，我不开心。这些句子都特别简单，高兴、难过，可都是基础单词，大家肯定都认识，学过。比如早上起床心情好，就想我今天很开心，天气好，我很高兴。起晚了着急，就想我起晚了，我很着急，要快点。中午没吃饭饿了，想我很饿，我想吃米饭。喝了水不渴了，想我不渴了，水很好喝。工作一天累了，想我很累，我想休息。别觉得这些句子没用，情绪是每天都有的。用中文描述情绪，是主动用中文思考，不是被动翻译。慢慢的，大脑会形成条件反射，
有情绪就直接用中文表达。我有个学生，以前生气时，先想母语里生气，再翻译成我很生气，还会卡顿。坚持半个月，每天用中文描述情绪，后来生气时，张口就能说我很生气，不用翻译了。而且这个方法还能帮你记更多单词，比如开心除了高兴，还能说快乐、兴奋，慢慢就能记住更多，表达也更丰富。小技巧，和别人聊天时，不管用什么语言，有情绪就下意识用中文想一句。别人说开心的事儿，你笑的时候想我很开心；说难过的事儿，你不舒服时想我很难过。这个技巧很实用，聊天时情绪最真实，这时候用中文描述，大脑更容易记住，养成习惯，还不影响和别人聊天。关键是主动和真实，不用刻意想复杂句子，用最简单的句子描述最真实的情绪。每天坚持，中文思考速度会越来越快。对，还能和第一个方法结合，比如今天天气很好，我很开心，既说小事，又说情绪，效果更好。接下来第三个方法，自言自语。既能练中文思考，又能打破开口障碍，让你敢说中文，特别好用。没错，很多人不敢开口，就是怕说错被笑话，但自言自语只有自己，就算说错也没人笑，能大胆说，放心说。而且自言自语时，不用在意快慢、对错，只要敢开口，用中文说，就是在练中文思考，脑子里想的是中文，说出来也是中文，没有翻译过程。比如一个人在家，就说今天我一个人在家，想吃西红柿炒蛋，西红柿和鸡蛋都好吃，做起来也简单。我现在去做饭，都是简单句子，基础单词，大家都能说。一个人走路时也能说，今天风很大，我要戴帽子，不然头发会乱。前面有超市，我想去买瓶水，我很渴，既能练思考，又不孤单。别觉得自言自语奇怪，中国人有时候也会这样，遇到难题会说怎么办呢？开心时会说太开心了，所以大家不用不好意思，大胆说就好。给大家一个小建议，自言自语时语速慢一点，一字一句说清楚。比如，我想去公园散步，慢慢说，既能保证正确，又能让大脑有时间思考，慢慢语速就会变快，更流畅。还有，别说单个单词，要说完整句子。看到苹果，别说苹果，要说桌子上有一个苹果，这个苹果是红色的，这样才能更好练思考，摆脱翻译惯性。我有个学生，以前不敢开口，和我聊天只敢说单词，坚持每天自言自语半小时，后来不仅敢说完整句子，还敢主动和我聊天，越来越流畅。大家一定要试试，每天15至30分钟，说身边小事，自己的情绪想法，慢慢就敢开口，爱说中文，中文思考能力也会变强。对，这个方法很灵活，在家、公司、公园都能做，只要不影响别人就好。第四个方法，多看多听简单中文内容，让大脑适应中文节奏，养成中文思考习惯。输入和输出相辅相成，很重要。没错，学中文就像小孩学说话，小孩每天听爸爸妈妈说，慢慢就会模仿，会思考。我们也一样，每天看、听简单中文，大脑接触多了，就会适应节奏，学会中文思考。大家可能会问，看什么？听什么？很简单，看简单中文动画片、短视频，听简单中文歌曲、播客，比如我们这个慢速播客就很适合大家。比如中文动画片《小猪佩奇》，台词简单，语速慢，内容有趣，既能放松，又能练听力、练思考，里面的单词都是基础的。
还有中文短视频、美食、生活、搞笑类的，台词简单，语速不快，空闲时刷一刷，既能娱乐又能学中文。中文歌曲也可以，两只老虎、小星星的中文版，歌词简单，旋律好听，跟着唱，既能练发音，又能练思考。小技巧，听的时候尽量不看字幕，实在听不懂再看中文字幕，别看中文字幕的翻译，这样能练听力，还能更快适应中文节奏。还有，尽量不用翻译，试着用中文理解。比如视频里说我想吃面条，直接理解意思，不用先想母语翻译，慢慢大脑就会养成中文理解、思考的习惯。建议每天固定15至20分钟，比如早上听10分钟播客，晚上看10分钟动画片，坚持一段时间，听力会变好，中文思考也会变快。关键是多输入，少翻译，让大脑每天接触中文，慢慢就不用靠翻译了。记住，别看法语、电视剧，台词难，语速快，会打击自信心。从最简单的开始，水平提高了，再看难一点的。循序渐进，慢慢坚持，效果会更好。比如先听我们的慢速播客，觉得慢了，再听稍快一点的。4个方法教完了，接下来提醒大家几个常见误区。很多人学中文进步慢，就是踩了这些坑，一定要避开。没错，很多人很努力，花很多时间，但走了弯路。今天我们把误区说清楚，让大家少走弯路，进步更快。第一个误区，只背单词，不用不思考。每天背很多单词，背完就放一边，就算背再多，也不会用，不会用中文思考，等于白背。对，背单词是为了运用，不是记拼写和翻译。背单词时，试着用它说一句话，想一个场景，这样才能记住，会用。第二个误区，急于求成，追求速度。总想快点流利交流，训练时语速太快，说的又快又错，还卡顿，反而没效果。没错，学中文像爬山，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到山顶。训练中文思考，先把句子说清楚，说正确，慢慢语速就会变快，更流畅。第三个误区，害怕说错，不敢开口。因为怕被笑话，不敢开口，就算自言自语也不敢大声说，很难养成中文思考习惯。对，说错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说。不管自言自语还是和别人聊，大胆开口，就算说错，也会有人鼓励你，帮你。只有多说才能进步。第4个误区，一直依赖翻译。听别人说要先翻译，自己说要先想母语再翻译，永远养不成中文思考习惯。没错，试着摆脱翻译，听的时候用中文理解，说的时候用中文思考。刚开始难，慢慢就会习惯，不用翻译也能听懂，能说出。第5个误区，3天打鱼，2天晒网。刚开始热情高，坚持几天就放弃，肯定不会有效果。对，训练中文思考，最重要的是坚持，每天花一点时间，慢慢就会看到进步。别因为一时困难就放弃，坚持就会成功。总结一下，避开这5个误区：只背不用，急于求成，不敢开口，依赖翻译，不坚持。跟着我们的方法，肯定能练出中文思考能力。今天的播客快结束了，我们回顾一下4个训练中文思考的方法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第一个，从身边小事开始，用中文思考吃饭、睡觉、走路等日常事，慢慢养成习惯。第二个，用简单句子描述情绪，让中文和情绪挂钩，摆脱翻译惯性。第三个，自言自语，大胆开口说中文，
每天15至30分钟，练思考，破障碍。第4个，多看多听简单中文内容，每天15至20分钟，让大脑适应中文节奏，多输入，少翻译。还有5个误区一定要避开，别走弯路。其实中文思考不难，不用花很多时间背难单词，找对方法，每天坚持一点，每个人都能做到。我知道刚开始训练会觉得难，没效果，想放弃，但一定要坚持。学中文没有捷径，日复一日的坚持才能看到进步。每个学中文的人都有过卡顿、困惑、想放弃的时候，但只要不放弃，一定能流利交流，养成中文思考习惯。今天能听完这一期，记住方法就是进步。明天试着用中文思考一件小事，自言自语说一句，也是进步。进步不分大小，每天努力一点，慢慢就能轻松用中文思考，顺畅沟通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生活。我们相信，跟着方法坚持1个月，你会有惊喜；3个月能养成中文思考习惯，半年能流利交流。加油，你们一定可以的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会陪着大家一起慢慢学中文，一起进步。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到每一个学中文的朋友。如果觉得内容对你有用，一定要给我们点赞、收藏，这样能让更多学中文的朋友看到我们一起学中文，练思考。不想错过以后的播客，不想错过更多练中文思考的方法，一定要关注我们。我们每周更新一期慢速中文播客，简单、实用、有趣。关注后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训练时遇到的困难、疑问，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喜欢的内容，我们会根据大家的留言调整。也可以把我们的播客分享给身边学中文的朋友，让更多人学到有用的知识，一起轻松快乐学中文。再次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哦。再见啦，大家加油，下期再见。